Let's go. Yo. I'm like an addict, do I gotta have it. I ain't even playing, got a really bad habit. If it moves, gotta grab it, fuse like a magnet. Lose, won't have it till I'm doomed in a casket. I ain't playing, got a weird mind. If you work 8 hours, I'ma work 9. If the shit tastes sour, you should taste mine. I'ma stay in power for a long time. Get up, nah, I ain't a quitter. Toss me the ball, I'm a really big hitter. Big picture, I'm a straight killer. Rising the song to the highest bidder. Got juice, got gas, I'ma move fast. New shoes, new tracks, like who's that? I'm new, come back, better than last. Yeah, it's a new me, never gonna look back. I'm never gonna look back. Cause damn, I was built to last. 嘿，大家好，欢迎来到黄老师频道。我们第二台试驾的是日语叫做 Toyota 9 GT， 是 GT 吧？有电子避震啊。这边啊，雅马哈的车对吧？那日本车的这些都是对吧？应该用日语的叫法对吧？这叫 Toyota 9。哦吼吼，这个快排，这个快排好不错啊！这个快排挺不错的。哦，然后这个快排真的很不错呀！哎，这块挡风挡是可以升上来的。这样看看。哦。雅马哈的这两辆车感觉好像，这个离合的行程都有点远，啊，这个接点都是有那么一点点远的。这辆车也是非常的不错呀！刚刚因为骑这个R7太兴奋了，然后这个现在这个啊，就有那么一点点的。情绪有点低落，这个的话，在最低速的时候的这个扭力并不是很强的感觉啊，这个有点像那个 Nike， 这个果然是低速上面有那么一点点，嘿，为什么这个风吹的这个我的头盔上面感觉好像风挺大的样子？为什么呢？我还稍微趴下来一点，为什么这个风挡的这个效果不是很好吗？还是怎地的？这个引擎的质感啊，真的是这个车的引擎的质感真的是非常不错。我把它拉上来看看，这个引擎的感觉真的是丝滑，真的是丝滑。这个我全身上下感觉不到任何的震动。离合也是挺线性的，这个离合真的是非常的线性的。雅马哈的这些车，当然了，日本厂的几个车都做的都不错。在底下的时候确实这个车，扭力有一点点不够，然后它的这个起步的辅助好像也没有太给力的样子，所以在起步的时候稍微要多拉那么一点点油门。但是到了2速上面的话，那就油门的这个感觉就又不一样了。你稍微拉油门，它就嘣一下往前跳一跳的这种感觉。在1速里面的话，其实这个是相当的温柔了，这个起步真的是异常的温柔。然后这个人我骑在上面，这个骑姿感觉是我坐的姿势有点不太对。这个人要稍微往后面靠一点，然后这个屁股最好能大概靠到后面那个坐垫那里，不能像仿赛一样什么的骑得太前面，这个贴到油箱这种感觉要再往后面一点，这个就感觉特别舒服啊。现在这个坐姿很舒服。这个车就是上来之后，这个感觉啊，首先一个这个码表，对吧？这个码表，这不是摩托车吧？这是战斗机吧？这个太给力了，这个码表的设计独一无二的吧？到现在为止，这个码表太帅了。我比较喜欢这样的码表。这个真的是你比如说开了这个车啊，到外面去高速公路上面巡航，或者到那个大路上面、公道上面去啊，到那国道上面去巡航啊什么的，哇，这个真的是
在开战斗机啊，这个感觉也是很不错啊。这个车把其实很宽，但是它的切角很小，并不是你感觉好像它这个车把很宽，然后像这种车的话，对吧？转弯的时候的切角应该会挺大的吧？哎不，它这个切角不是很大啊。现在感觉现在这个风也感觉不到它什么。这样看一看啊，速度上来，速度再上来。风比刚刚小了一点，但是怎么感觉这个风挡好像不是太给力的感觉呢？手臂到上臂的部分，手肘稍微偏上一点点的那个地方也是有风的感觉的，这个声音太给力了，这个声浪是给力啊，这个加速的时候，这个声浪是非常给力了啊。这个前刹点头有点厉害，前刹稍微这么碰一碰，这个点头有点厉害。N 档，好，好的。之后我觉得这个日本车这些什么挂 N 档什么的，应该就不用再评了，太给力了，不需要再评了。哎呀，这个坐姿啊，这个坐垫，这感觉不错。这个整一辆车的现在这个感觉，旁边正好是 CB， 是 CB 吧 ，CB 1300吧，我觉得这辆车要去旅行的话，肯定比 CB 1300要舒服的多了。那毕竟它就是一个旅行车了，对吧？这个感觉真的是很不错呀。然后有一个被诟病的地方就是这个码表，你看这个油表油量显示是最底上3格是有的，后面就是一整条。雅马哈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一半以上的油量的时候你不需要知道，等到一半以下的时候再给你显示就可以了的这个感觉。听上去是不是非常火大？但是它现在就是做成这个样子的。不过好像后面的车就又把它改回成后面也有分割了，所以这个也很迷。这种转向为什么这个车也是这么厉害的？这些转向这个车非常的轻快啊。这个巡航车这个感觉，它这个风挡好像有那么一点点小失望，这个风挡风的能力有点不行，这个风挡的能力有点不行。这个路上的震动吸收震动吸收 OK， 完全没有问题，震动吸收也是没有问题的。整一个车你就速度上来了，在一些速度领域的巡航上面，这个车真的是稳如泰山，这个感觉这除了这个风挡，好像在头盔上面这个风还能感，但是你戴着头盔的话，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啊。这个风全部吹在头盔上面，然后呢就会怎么说呢？这个头盔上面的噪音就会有点大。不然的话，像这种车的话，你稍微配备一个便宜一点的头盔的话，噪音还会就会怎么说呢？不太在意这方面的东西。但是现在它这个风挡，在头盔上面有风的话，那么你就必须要选一个稍微静音一点的头盔。这样的话，在旅行的途中的话，应该还是比较好的。不然的话，那个旅行途中的那个哗啦哗啦哗啦的声音真的是很烦，对吧？这个是一个小小的不好的一个地方。像在这种速度下面，真的是完全没有什么问题。这个真的是这整一辆车这个特别稳。你看25、24，我比如说我维持它这个速度，看我能维持住它这个速度，你就想它有多厉害了。
1500的转速，我可以维持住它的速度哈，太给力了。那不过这个车啊，坐高还是有点高的。然后，坐的话，就是2个脚放下来的时候，会感觉这个坐垫的最边缘的地方有点硬。你看，我都可以这样，我都可以在20的这1100这种1100的这种地方维持住它的。1100这种的地方可以维持住它的这个，你觉得它有多牛逼？啊，我告诉你啊，你换个杜卡迪 V4， 你在这种速度上面，你维持一个给我看看，你能维持住像现在，比如说1100这种速度上，你能维持住？现在这个点，车也多起来，然后走起来也不是很快了，所以基本上这个车的话测起来也基本上测不出什么东西来了。那么这个车的话，我估计啊，这27或者是这个特雷萨9的话，到时候会有那些租车，然后我到时候比如说租车有了之后，然后再去租一个，跑一跑高速，然后再去山里面跑一跑，看看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的。那反正这个就是怎么说呢？跑那乱七八糟的一些性能啊什么的也不需要，对吧？这个的话你只要在一般的巡航路上面能开的比较轻松的就 OK。然后它的这个车的主打也就是把这个车做的让你骑起来非常的轻松，让你在长距离的时候也不累啊。如果这个车怎么说呢？你要说它这个长距离骑起来它累不累啊？在累不累的这些选项上面啊，在累不累的这个上面做文章的话，那么这个车的话真的是我可以跟你说，这个根本就不会累啊，非常非常的舒服。啊，像这个感觉，像这个感觉的话，哦。怎么会累呢？对吧？这个姿势，然后这个感觉，这个风挡帮你挡掉了这么多的风，身上面也感觉不到风，啊，那真的就是出远门的这个距离又被它拉长了，这种感觉，相当不错。作为一个远距离的巡航车来说的话，这个真的是做的相当的不错。我觉得这个比 Nike 应该。也要稍微给力一点吧。我觉得如果是什么跑远门，经常要跑远门用的话，我感觉选 Nike 的话，还不如选这个吧，对吧？它还有边箱啊什么的，那 Nike 好像也有的是吧？那反正这个感觉的话，我是觉得这个车比 Nike 要稍微好一点，然后在底下的这个动力上面的话，也是这个要稍微好一点。Nike 的话，这个动力稍微要再差一点。这个的话，你看，比如说速度上来了，维持这种的话，真的就是异常的轻松。这个车的话，就是更新了之后的话，它又变得更加好骑了。然后在其他同类型的车里面的话，我是觉得这个车已经算是品质已经是做得非常非常牛逼的了。各种地方，比如说离合器轻还是重，然后刹车的这个感觉好不好，然后后刹的这个感觉是怎么一个感觉的？后刹的话是一个跟我的RR一样的，是一个比较软的一个感觉的还是非常不错的。这个能刹多少自己也能控制，也能知道的非常清楚。然后的话吧，你出去了之后看到这个仪表，你看这个仪表太给力了。你见过哪个车的仪表是这个样子的吗？对吧？自己看到了这个仪表出去的时候，也是一种非常兴奋的一个点。当然了，这个车现在今天骑的这条路真的是没有办法知道它到底是个怎么样的性能。但是风挡，说实话，这个真的是在这种路上面也能知道它这个风挡在最上面的这个风没有挡掉，确实有那么一点点不应该。其他的话，这个车是完全没有问题的。OK， 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拜拜。